准备迎接这一场冒险。生吧，出发了哦。好，啊，你们呢？来准备，快了，再5分钟。我们一早搭乘台北松山出发的飞机，抵达马公，再搭乘南海之星到我们的目的地望安。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在澎湖钓鱼，所以这一次跟着朋友的爸爸一起来。为了接下来几天的钓游顺利，我们也要赶紧出发勘察钓点。迫不及待的想下竿钓鱼，整理好装备，我们准备出发。沿路上也观察到澎湖的地形环境，因为降雨不多，所以植批也相对的稀少。很快的到了第一个钓点，因为冬季澎湖的风比较大，我们先尝试一个比较闪风的钓点。来看看我们的耕鱼代表选手能不能拔得头筹呢？突然一个讯号，看起来应该是10班。哎呀，可惜放枪。收线收到脚边，突然一个大凹。嘉龙，绝对不会打龟的耕鱼男人。一只体型很不错的利仔。接下来也没什么咬况，我们决定换个钓点试试看。到处都可以看到牛，感觉牛比岛上的人口还多。我们转移了钓点，到了水安渔港，这里也是一个很棒的闪风点。又是耕鱼组的选手得分。50班真的很好。咦，这个不是基钓组的选手一员吗？澎湖的名产带妹10班，我们使用 Urban Lure 的束扣牵头钩，搭配小软虫，就可以钓到爆。为了提升效率，我们决定各自散开寻找钓点。不要大家。耕鱼组的选手嘉龙告诉我们，这个钓点好像咬到爆，我们赶紧过来看看。以为是挂底，结果是一只小10班。有机会我们就继续丢，看这竿身的弧度是什么出货。原来是一只良型10班，看来今晚可以加菜了。突然一个欢呼声，难道是又中鱼了吗？澎湖的耕鱼真的超好玩，只是要准备多一点的钓组，因为真的很容易挂底。来开张看看是什么鱼吧。原来是龙蚺，这体型也很棒的。我们决定让它也变成我们的晚餐。回来民宿杀鱼，旁边就是老板养殖的超大天然水族缸，这才是真正的落水咬啊！傍晚时分，好机会，
我们决定到港口找找澎湖的特产软丝。如果跟人家说来澎湖钓软丝大龟，那肯定会被笑死吧。我们决定继续凹到天黑。突然中鱼了，看这竿子的弧度，应该不小只，赶快拿捞网。滑梯啦！滑梯啦！这爽不是啊？那你俩都挺大只哦，冲了啦，冲了啦！只有早上很大。运气很好，今晚流水不错，花枝软丝也都很捧场。时间差不多了，该回民宿休息，准备一下明天要去将军的装备。这是望安岩川的钓鱼民宿，这里的餐厅超美味，鲜味十足，而且价格也非常的便宜，很多钓鱼人都会指定这里。吃饱才有力气钓鱼。我们今天会去望安本岛对面的将军澳。将军是望安乡第2大的岛屿，人数居全乡之首，因明末有郑成功部下2位将军驻守而得名。这些岛屿有着悠久的人类居住历史，人类活动的证据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，最初由南岛人定居。据史书记载，明清时期，澎湖群岛是重要的海上贸易与渔业中心。1985年，马关条约将这些岛屿割让给日本，直到2战结束后才归还台湾。澎湖列岛的主要产业是旅游业，由于岛屿的自然美景和历史遗迹，近年蓬勃发展。澎湖列岛以洁白的沙滩、清澈湛蓝的海水，以独特地质的构造闻名。看到门口矗立了2座将军像，就知道抵达将军了。我们到了将军岛，马上去租机车，前往钓点，把握早上的流水。澎湖的渔业相当闻名，有优良的渔场，造就了良好的钓鱼环境，鱼的品质更是鲜美，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。今天我们主要来玩矶钓，耕鱼的男人继续去钓耕鱼。一起来的大叔们已经开钓中鱼了。这个钓点的目标鱼主要是臭肚，我们用短纤钓组钩南极虾。抛出今天的第1竿。
看到议员的吊果，澎湖果然是基钓圣地，不让人失望。我准备去岛上绕绕，看看有没有其他点能钓鱼。沿着公路沿岸都是很棒且角度很好的钓点，可惜这里比较不适合岸抛。看看这个耕鱼组的选手，怎么手上拿的是基钓竿呢？肯定是臭度中毒了吧？往下冲的拉力也是令人着迷。基钓初体验选在澎湖，绝对没错。第一次基钓中鱼，实在是蛮开心。来给相机看看，最大只的臭度。有阳光的下午，睡在礁石上，好像也很舒服呢。快起床啦，我们船要来了，准备撤退。介绍一下今天的钓组吧。主线是3号的尼龙线，然后钓组是从布挡，然后一颗挡珠、浮标座，然后卡拉棒，然后转环铅，子线是2.5号的碳纤，加上1号的钩子，然后目标是臭肚鱼，我们大概钓1旬半。外角那么厉害，外角比较大，哇！大，看得进去。期待一下。哦，澎湖真的是钓鱼人的天堂，看到这一片海岸，就会让人心静下来。我们准备返航望安本岛，处理今天钓的渔获，来喂喂民宿老板养的巨型石斑跟红槽，他们最爱吃鱼内脏。哦，对了，老板养的鱼可是不能偷钓的哦。下一集我们会搭渡礁船上外礁，绝对是更精彩，敬请期待。来吧，大家最期待的石斑喂食秀。那个小声再杀一个。哇，那么凶！哇，这个没有拍到，哇，怎么办？不见了，汤勺吞一下。哇，怎么办？